所以大家要重视什么？就是这个黑子的释放，用什么方法呢？老子的话，这个前两天我跟一个咱们的新加坡朋友啊，他研究老子研究了可以说一辈子，因为他从小就感兴趣啊。他今天也来了哈，我不好意思说他是谁啊。然后，但是跟他交流的时候，他十分震惊。震惊什么呢？怎么老子通通是技术方法？他这个不理解。他说老子是哲学观念，怎么到你这儿，到张老师你全部把它变成技术方法？这个不可以理解。事实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个经是干什么？经是记载法的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对这个不太明白，就是什么叫经法。这个在《黄帝四经》里面，这个马王堆出土了一批文物，它里面除了《黄帝内经》之外，还有一个叫《黄帝四经》的。四经里面它专门有一部讲经法的，就是有一个章节专门讲经法的。它的核心就告诉你，不坏为经，就是所有的文字它达到传代千年万年不坏的这种文字叫经书啊，经书。所有的经书里面实际上都记录着法是什么？技术方法，是经法是合体的。这个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了，炒菜，厨师炒菜的话，现在烹饪学校你去上课，老师先把你叫到课堂上学厨师，有没有啊？不是直接像古时候师傅带徒弟，什么你让我讲理论，狗屁，我哪里知道西红柿有什么好吃的，有什么营养，不知道。然后你跟我下厨房就对了啊！我能把西红柿做的倍儿棒的好吃啊！人的胃口一开，吃的多有营养，他不就更受益了？你说有什么营养我不知道啊，反正是大家都吃，你做好了就行了。哎，古时候是师傅带徒弟这样带的，厨师带徒弟这样带的。现在都是什么？学校老师带徒弟，他自己都没做过厨师，所以是厨师水平越来越差了。烹饪学校出来的啊，还是那种什么宾馆酒店大厨师身边带着徒弟，那炒起来才好吃啊。所以是那他为什么教课本啊？西红柿有什么营养啦？要火候怎么掌握啦？油怎么下锅？几度热啦？啊，讲了大半天。然后学生说：“老师，你带我们炒一个嘛？”他说：“我一辈子都没炒过来。”啊，这就是现在教出的厨师的原因，你知道吗？不好吃。为什么？通通书本上学来的，他没炒过。但知道你们中间可能有会做菜的，你知道一道菜你要做多少遍才能做到好吃？那完全是功夫。所以是佛经是什么？佛经是传递技术方法的教科书，以经在法，以经在道。是老子的这个得道经是什么？或者叫道德经是什么？它就是通过老子的这个文字义，里面有实相义，就是你不要去只是字面理解，你从实相上去理解，找到它的般若，实相般若。般若是智慧，就是里面是一个技术方法。说是今天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大量的经师，就是把这个文字义讲得头头是道的很多人，但是说你把那个技术方法教我，说我没做过，我不会。说是只有经师没有法师的时代，是一个现代末法时期的一个严重问题。说是这个老子在《得道经》或者《道德经》里这本书里，就告诉了我们如何把这个黑子置换出去啊。然后那句话很简单：用其光，复归其明。也就是说你黑了，因为它如果是亮的它就是透明的，它现在不亮了，不亮了就黑了，黑了怎么办？用其光，复归其明，使它明起来。说一灯入千年暗室，瞬间千年暗室变作光明。那什么意思？就一个房子1000年都没有开，黑乎隆咚的，你拿一盏灯进去，瞬间这个房子就亮了。说是用生命光到自己的身体里面，
叫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就是说你要深到哪里去？深到细胞核的 DNA 里去，深到这个基因链条中去，干什么事儿？照见五蕴皆空。色受想行识引起的黑子，储存在你的深层的细胞核里面，细胞核里的 DNA 里面，然后要照见五蕴皆空。刚才讲了空，黄空的时候，明自动升起来了，燃起来了，自然道法自然升起那个光点了。说你只有在空性中照着它，你才能进去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在空性中它才有光升起来，然后用这个光升起来的光驱逐这个黑子出去。它一出去了，本来是有连接的，中间有一个橡胶圈把它挡住了，现在它走了，啪，自动就亮了，看见没有？哎，你就放光了。这一放光，你的 DNA 就什么，通通都放光，你的细胞核里面都放光了。由这个生出来的肝脏细胞都放光了，生出的肝脏难道是有病的吗？它不就亮了吗？它不就光鲜了吗？然后你的肝什么肝硬化、肝癌，这个不就化掉了吗？说是能不能治人类的病？可以治，怎么治？消业障，业力的障碍，来自于祖先的传承。还有一个什么传承呢？来自你灵光携带。记住 DNA 是谁给你的？谁给你的？父母给你的啊。灵光是谁的？对了，你们真是好学生，真爱教你们啊！就是那一点咚，那是你的入胎，叫胎光。因为它不入胎，母亲子宫不会亮。你知道，一个女性子宫里面是黑的，黑漆漆的，对面不见五指的。所以说我们在治疗很多的这个女性不孕症里面，这个年轻不孕症里面，实际上就教她一个方法，让她子宫放光啊，子宫里面放光，不要再黑，把那个冰一样的冰气退出来，寒气退出来，要让它热起来啊，这个不能宫寒，宫寒是怀不了孩子的。然后只有这个退出来以后，开始变得旺猛，开始变得温暖，这个时候那个胎光才会安住在子宫里面，它砰一亮，哎，精子跟卵子就见面了，他俩一见面就有 baby 了，不是？所以是这个是完全我们很多奇迹，你们新来的可以跟老学员交流一下，待会儿很多奇迹，怀孕怀不上几十年的，哎，到这儿来学了个方法会了，以后怀上了，对不对？健康不好的病，这个好不了的，这个一下就好了。啊，就这次我在台湾治疗了一个病，当时有个中医师跟我叫板，一个人得了尸斑毒，就是全身长一种红斑狼疮，你们见到的那个红斑狼，严重溃烂。他都穿长袖，大热天穿袖不敢穿短袖衫，为什么？全身这都密码有照片，不过看了不太好，就有照片，当时让他拍那个照片。然后这个也找了这10几年，找医生，找什么西医、中医都看了，什么大师也看了，但是就是没有治好。我一看，我就是说你这不行，你这尸毒。他说你怎么知道是尸毒？我说这是典型的尸毒。他说我没沾什么尸体啊。我说不是，这个病来自你奶奶。他说你怎么知道啊？然后他们就讲故事，因为他奶奶埋在一个僵尸地，埋下去很长时间，尸体没有烂，肉身没有烂，僵尸地啊，因为他们祖上是放什么，就是你们南阳地区有什么这个下降头的啊，所以是报应到儿孙，这个他奶奶就埋在僵尸地，僵尸地就沾了这种很毒的僵尸气，然后结果是后来这个被人说了以后，他们去捡骨，真的看到奶奶没有烂，然后就捡了以后把它烧了，烧了以后骨就放在骨灰瓮，就放在一个地方。啊，
从奶奶埋下去那一年，他就开始得这个病，一直减骨到后期都没好，都没好。然后这个我说这个有方法治，这个旁边他们因为在台湾我们的学生里面有一个是中医师，他就叫板说，如果张老师能治好这个病，我给他立传，就是这个医案上面要立一个传记，这是张老师这个怎么样把这个病治好了，现在真的好了这个他这个上次我去基本上是大面积的退掉了，然后剩一小点都开始结疤了。所以上次又去他奶奶的这个骨灰瓮，把他那个僵尸气全部散掉了，用光给他散掉了。散掉了一会儿，他身体的那个红就变暗淡了，就没那么显然了，所以是这些东西都是通过 DNA 传导到后代子孙遗传基因里面，因为你有他的遗传基因，所以都会影响到后代子孙。所以这些故事太多了，你们要听3天3夜也听不完，太多了我经历的事实，它根本就不是说我们看古书怎么说，古人是我们亲身经历了多少事儿。告诉你事实是什么，你要重视。